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年纪越大越要吃肉。11国研究多吃肉的老人或更长寿，吃什么肉好？于大姐的身形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一直比较圆润，40岁之后更是越发的明显。为了避免肥胖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，她开始改变饮食习惯。5年间，于大姐荤腥不沾，不仅戒掉了肉食，连鸡蛋都很少吃。这样的饮食模式的确让于大姐瘦身成功，但迎来的却是一系列的身体不适。2年前，于大姐明显感觉到自己浑身无力，原先得心应手的广场舞也跳了每2分钟就气喘吁吁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了不少。近来，于大姐连正常的走路都越发吃力，家人见状赶紧带着她去医院进行了检查。经检查，她被诊断为老年肌少症，出现该症与她长期的素食习惯脱不开关系。这让于大姐觉得很诧异，不是都说肉吃多了不好吗？自己不吃肉怎么还进了医院呢？11国研究，吃肉多的老人或更长寿。心脏衰竭和世界急性心力衰竭大会上曾发表过一项涉及11个国家的研究。研究指出，每日蛋白质主要是来源于肉蛋奶，摄入大于40克的老年人死亡率仅有 18%， 而摄入量小于40克的老年人死亡率则达到了 31%。 简单来说，摄入较高蛋白质的老年人，也就是吃肉蛋奶的老人，相较于吃素的，罹患癌症的风险更低，也更容易获得长寿。2. 吃素真的是最健康饮食模式吗？世界卫生组织将加工肉、红肉列为致癌物。现在很多人选择吃素，觉得更健康，可以防癌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素食的特点是动物脂肪摄入较少，这种情况下，罹患高胆固醇血症、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确实相对会小一点。但素食者从饮食中难以摄入充足的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B2、铁、钙等的营养元素，容易导致身体缺乏蛋白质，继而引起了贫血、神经系统、皮肤黏膜受损、记忆力下降、消瘦等问题的出现，甚至还会诱发严重的营养不良发生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不建议完全的吃素，否则容易导致营养摄入不足，反而会威胁健康。3. 为什么老年人要多吃肉？上了年纪的人，一方面由于人体消耗减少，能量的需求明显下降，饮食量本就相对比较少，但另一方面由于机体功能的逐渐衰老退化，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，对蛋白质、矿物质、维生素等的营养素的需求量反而会增加。动物性食物内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铁、锌、维生素 B2 等的元素，这是老年人身体所需要的。老年人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，可以有效的避免骨质疏松、肌少症的发生。如果长期的不吃肉，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， 损伤神经细胞。4. 老年人胖点好还是瘦点好？俗话说，千金难买老来瘦，对于老年人而言，真的是越瘦越好吗？澳大利亚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，各种缩短寿命疾病存在的早期指标很可能与体重下降有关。老年人保持体重稳定更长寿。该项研究评估老人衰弱的其中一条就是过去的1年里出现意外体重下降超过了9斤，或者是体重下降大于 5%。 这意味着60公斤的老年人1年内体重下降了6斤就要当心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2年发表在权威期刊《自然老化的前瞻性的研究》指出，我国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与正常体重 BMI 在 18.5 至 23.9 之间的老人相比， BMI 值保持在24至 31.9 区间的可能更为健康长寿。这些老人死亡、生活自理能力、失能风险会下降 20%， 而 BMI 值少于 18.5 的老年人相应的风险则会增加 30%。
总的来说，老年人保持微胖的体重或与更长的寿命相关。老年人并不是越瘦越好。5、60岁后3种肉要舍得吃，或能够养好骨骼更长寿。对于老年人而言，保护骨骼健康十分重要。建议老年人每日摄入蛋白质的量要保持在每千克体重1到1.2克为宜。有进行抗阻力锻炼的老年人则可以将量增加至1.2至1.5克。以下3种肉是补充蛋白质的首选。1、鱼肉。鱼肉内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可以帮助保护心血管健康，预防心脏病的发生。另外，鱼肉中还含有 DHA、铁、胆碱等的营养元素，对于大脑的发育、骨骼健康有好处。建议每周至少吃鱼2次，吃鱼的量保持在300至500克为宜。2、虾肉。虾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 A、烟酸、钙、磷等的成分，其蛋白质含量可达到 16% 到 23%， 是个十足的高蛋白质的食物。而且脂肪的含量很低，为多不饱和脂肪酸。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40至75克的水产品。3、多吃鸡肉。鸡肉里面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，占比可达到了 23.3 克每百克，是猪肉的 2.5 倍，而且它还是个脂肪含量很低的食物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食用，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、三高都很有帮助。4、少吃红肉。日常常见的猪、牛、羊肉均属于红肉的范畴。多项的研究证实，红肉摄入过量与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吃红肉，不谈剂量谈致癌性的说法不科学。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建议每周摄入红肉的量少于500克，不过量不会给健康带来过大的风险。所以日常不是不能吃红肉，而是建议少吃。总之，无论是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，都有其营养价值，人体都要适量的摄入，不能单一的吃一类食物，这样容易有健康的风险。老年人保持健康的饮食模式非常重要，日常要平衡饮食，荤素搭配，不建议盲目只吃素，这样做容易导致身体营养不良，威胁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